玉米最恨之入骨的女人。这一回王莲芳算是累坏了，最后趴在了有庆家的身上睡了一小觉。醒来的时候，在有庆家的腮帮子上留下了一滩口水。王莲芳脱过上衣，掏出小瓶子来，倒出一支白色的小药片。有庆家的看了一眼，心里想，准备工作倒是做得细，真是不打无准备之仗呢。王莲芳笑笑说：“乖，吃一个，别弄出麻烦来。”有庆家的说：“凭什么我吃？我就是要给王家庄生一个小支书，你自己吃。”从来没有人敢对王莲芳说这样的话。王莲芳又笑说：“个要死的东西。”有庆家的歪过了脑袋，不吃，无声地命令王莲芳吃。王莲芳看了看，很无奈，吃了一颗。有庆家的也吃了一颗。王莲芳看了看有庆家的，把药片吐出来了，放在了手上，接着笑。有庆家的抿了嘴，也是无声的笑，慢慢把嘴唇咧开，两排门牙的中间咬着一颗小白片。王莲芳很幸福的生气了，是那种做了长辈的男人才有的懊恼，说：“一天到晚和我闹。”赌气吃下去一颗，张开嘴给他普茶。有庆家的用舌尖把小白片舔进去，喉咙滚动了一下，吐出长长的舌头，伸到王莲芳的面前，让他普茶。他的舌头红红的，尖尖的，像扒了皮的小狐狸，又顽皮又乖巧，挑逗的厉害。王莲芳很梦浪的搂住了有庆家的，一口咬住了。有庆家的抖了一下，小药瓶已经给打翻在地，碎了，白花花的散了一屋子，像夏夜里的星斗。两个人都吓得不轻。有庆家的说：“才好。”王莲芳急吼吼的，却又开始了。有庆家的吐出嘴里的药片，心里想：我就不用吃它了，这辈子没那个福分了。这个突发的念头让有庆家的特别的心酸，是那种既对不起自己又对不起别人的酸楚。但是有庆家的立即赶走了这个念头，呼应了王莲芳。有庆家的一把勾紧了王莲芳的脖子，上身都悬空了。他对着王莲芳的耳朵哀求说：“莲芳，疼疼我。”王莲芳说：“我再疼。”有庆家的流出了眼泪，说：“你疼疼我吧。”王莲芳说：“我再疼。”他们一直重复这句话。有庆家的已经泣不成声了，直到嘴里的字再也连不成句子。王莲芳快活的差一点发疯。王莲芳尝到了甜头，像一个死心眼的驴，一心一意围着有庆家的这块磨。有庆在水利工地，正是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可是有些事情还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那一天中午，偏偏出了意外，有庆居然回来了。有庆推开房门，他的老婆赤条条的，一条腿架在床框上，一条腿搁在马桶的盖子上，而王莲芳也是赤条条的，站在地上，身子紧贴着自己的老婆，气焰十分的嚣张。有庆立在门口，脑子转不过来，就那么看着，呆在那儿。王莲芳停止了动作，回过头看了一眼有庆。王莲芳说：“有庆呢？你在外头歇会儿，这边快了就好了。”有庆转身就走。王莲芳出门的时候，房门、屋门和天井的大门都开在那儿。王莲芳一边往外走，一边把门带上。王莲芳对自己说：“这个有庆呢，门都不晓得带上。”玉米现在的主攻目标是刘粉香，也就是有庆家的。有庆家的现在成了玉米的头号公敌。这个女人实在不像话了，把王莲芳弄得跟新郎官似的，天天刮胡子，一出门还梳头。王莲芳在家里几乎都不和施桂芳说话了，她看施桂芳的眼神，玉米看了都禁不住发冷。施桂芳天天在家门口嗑葵花籽，
而从骨子里看，施桂芳已经不是这个家的人了。在王莲芳的那一边，施桂芳一生下小八子，这个世上就没有施桂芳这么一个人了。王莲芳有时候都在有庆家的那边过夜了。玉米替母亲寒心，但是这样的状况，玉米只能看在眼里，不可以随便说。这一切都因为什么？都因为有了那只骚狐狸。这一切全是骚狐狸一手做的鬼。玉米对有庆家的已经不是一般的恨了。关于有庆家的，玉米的感觉相当复杂，恨是恨，但还不只是恨。这个女人的身上的确有股子不同寻常的劲道，是村子里没有的，是其他的女人难以具备的。你能看得出来，但是你说不出来。就连王莲芳在她的面前都难免流露出贱相，这是她出众的地方，高人一头的地方。最气人的其实也正是这个地方。比方说她说话的腔调或微笑的模样，村子里已经有不少姑娘慢慢的像她了，谁也不会点破，谁也不会提起。这里头无疑都是她的力量。也就是说，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刘粉香，而男人们虽说在嘴上作践她，心里头到底喜欢。一和她说话嗓子都不对，老婆骂了也没用，不过夜的。玉米嘴上不说，心里还是特别的嫉妒她，这是玉米恨之入骨的最大缘由。